诸位，结阵吧！诛仙阵起！太好了！幽冥魔帝这个大毛头终于要死了！魔帝作恶多端，我死是要死的好，没人能奈何得了。此次若非是7位女帝大人共同出手，恐怕这诛仙阵还无法成功将其困住。快看，那好像是北冥女帝，在哪儿？在哪儿？我去，真的是北冥女帝大人！女帝大人实在是太美了。萧凡，当年你收我为徒，潜入我冷家，杀我父母，夺我冷家的家产，上次让你逃过一劫，这次我定要你血债血偿！哇，那好像是太阴女帝，美，实在是太美了。女帝的绝世容貌，你们难道都没发现，刚刚太阴女帝挡下了北冥帝的攻击，救下了幽冥魔群？太阴女帝，难道你想救她不成？你不能杀她。幽冥魔帝为祸苍生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太阴女帝若是真的想救下幽冥魔帝，那可是与整个修仙界为敌啊！诸位稍安勿躁，莫要这么早就下定论。要知道诛仙阵可是7位女帝共同出手才布下，若是太阴女帝想救幽冥魔帝，又怎么会与其他6位女帝联手？诸位莫要妄言，折辱了太阴女帝。萧凡，当年你身受重伤，我好心将你救回家中悉心照料，你却觊觎我体内的太阴之力，为了掩人耳目，不仅残害我父母，就连村里的人也不放过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我不会让你死得那么痛快，我要将你千刀万剐，才消我心头之恨。杀了这大魔头，千刀万剐！万没想到，就连太阴女帝曾经也受到了幽冥魔帝的残害。幽冥魔帝这个大魔头呀！幽冥魔帝这个大魔头，无恶不作，简直人神共愤。好一幅诗词图笑的画面。那是瑶池女帝，天庭之主。想死，可没这么容易。萧凡，当年你为了入天庭，杀了我的夫君，在我父亲面前邀功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萧凡，当年你蛊惑我父亲，强制让我拜你为师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萧凡，当年你为了登上天帝之位，暗算杀害了我的父亲，可曾想过会有今天？萧凡，事到如今还在这惺惺作态，实在是令人作呕。萧凡，你将关有我夫君魂魄的养魂瓶藏在了哪里？只要你告诉我，我保证给你一个痛快。没用的，他已经封闭了自己的五感，他现在就是一个活死人。萧凡，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没办法了吗？既然你不告诉我，那我就自己找，顺便让世人好好欣赏一下你恶贯满盈的一生。那莫非就是传说中的混沌神器昊天镜？映照诸天。难道这个男婴就是幽冥魔帝？这位道友，瑶池女帝大人都说了，抽取的是幽冥魔帝的记忆，这个男婴不是幽冥魔帝，还能是谁？
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就是有些诧异，没想到幽魔帝出生时，竟然也只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的普通凡人。早知逢事乱，少小慢读书。富贵必从勤苦得，男儿须读五常书。娘，我们要去哪儿呀？凡儿，今天是你的生辰，娘要带你去庙里祈福，让老天爷保佑我的凡儿平平安安的长大。娘，我能求老天爷让所有人都不再挨饿吗？凡儿，等从庙里祈福回来，娘便让管家施粥布衫。娘，你真是太好了！待会儿我也要为娘祈福，求老天爷让娘越来越年轻漂亮。你呀你，难道娘不让管家施粥，你就不为娘祈福了吗？真是没想到恶贯满盈、无恶不作的幽冥魔帝，幼时竟这么善良。确实如此，恐怕没人能想到这会是以后为非作歹、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。娘，等我以后考取功名，一定让天下所有百姓都不再挨冻受饿。凡儿，娘相信你。萧凡，萧伯母，我是逃难来投亲的。萧伯母，我有一封家书，你交给萧伯伯看一下我的身份。先将他安顿在府里，等晚上老爷回来后再做定夺。是。这个家伙斜着目光的邪魅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此去恐怕是引狼入室。诸位道友说的不错，我推测这个青年必然是有所图谋，萧家危险了。都给我闭嘴！想不到冷家竟遭此大难。若是我没有记错，你应该是叫冷风吧？小侄冷风拜见萧伯父。果然是一表人才。夫人，我与冷风的父亲当年乃是生死之交，情同手足。如今冷家遭此大难，我欲收其为义子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理应如此。经过查后，从今往后，你便是我的义子。义父用茶，义母用茶，孩儿拜见义父义母。从今往后，萧府就是你的家，不必如此。风儿，你今后有何打算？可曾想过考取功名？义父，我从小到大就不是读书的材料，不敢奢望能考取功名。既如此，那以后你便跟在我身边处理商铺的事宜。将来我萧家的产业也需要有一个继承人。义父，孩儿从未想过要争夺萧家的家业。快起来，为父并非是在试探你，凡儿志不在此。孩儿一定不会辜负义父寄予的厚望，将萧家的产业发展壮大，成为樊弟坚实的后盾。凡儿，快过来，见过你大哥。大哥，哎，樊弟，以后要是谁敢欺负你，你就告诉大哥，大哥帮你出气。大哥，没人敢欺负我的。凡儿，该去读书了。大哥，我下次再找你玩。你义母平日里对凡儿颇为严厉，并非是对你不满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孩儿明白，樊弟乃是有大出息的人。各位掌柜，不必多礼。
少林请好，少林请好。谁？义母，义父醉了。你也辛苦了，你姨父有我照顾就行了，你早点回去歇息吧。还是让我来吧。今天你也辛苦一天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义母，你好像一直都不太喜欢我。你也有点醉了，赶紧回去休息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。醉？义母，不如您陪我喝2杯，看我究竟醉没醉。来人！义母，就算你喊破喉咙也没用的，我早就命人在今晚府里的饭菜里下了迷药。只要你马上住手，我可以当今晚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。你当我是3岁小孩吗？美人，我等这一天可等太久了。美人，我等这一天可等太久了。放肆！难道你就不怕我将逐出萧家吗？不怕实话告诉你，府里产业大半都是我的人。若是不想整个萧家都陷入万劫不复，你就不会听话。畜生，你在做什么？我一直将你当成亲生儿子一样看，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爹爹的在天之灵吗？哼，老家伙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！我根本就不是冷风，真正的冷风早就被我给宰了。老子是江洋大盗。老家伙，老子原本只是想大捞一笔就走，没想到你竟要将萧家产业都交给我，那老子就不走了。我萧家有你，真是大幸。半年了，这大半个萧家终究是落入我的掌心。年纪轻轻便如此仁厚懂礼，实乃国之栋梁。只要你一日不死，萧家永远轮不到我。既然你醒了，那就别想活了。我竟然从未怀疑过他，真是太糊涂了。杀了我，难道你就不怕官府查到你的身上吗？杀你的是江洋大盗，关我冷风什么事？而且知府大人马上就要成为我的岳父大人，你觉得他会怀疑我是江洋大盗吗？义父，你就安心的去吧。冷风，以后整个萧家就是你的了，我和凡儿可都仰仗你了。我就知道你不是真的愿意屈服于我。烧吧，萧凡那个残废中了迷药，今晚也必须死。从今往后，萧家的一切都是我的。那个老贱人故意拖延时间，是在给萧凡争取逃跑的机会。全城秘密搜查，见人立刻斩草除根。冷风，你设计害我爹娘，谋夺萧家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！爹娘，孩儿该怎么办？孩儿要怎样才能为你们报仇？不行，现在城里布满了冷风的人，我根本斗不过他。现在回去就是自寻死路。
这个冷风真他娘的不是个东西！若是落入老子手里，老子非把他喂鱼不可！俺也一样。诸位道友，这萧凡可是未来的幽冥魔帝，若是这时没让他逃走，而是死于冷风之手，也就没有后来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。我们应该感到遗憾才是。对呀，这可是为祸苍生的大魔头幽冥魔帝，应该盼着他早点死才对，怎么还同情起来了？这该死的代入感！这个冷风也太废了，竟然让幽冥魔帝给跑了！就是，要是我，幽冥魔帝早被老子给宰了。不，这位道友，我不赞同你的说法。吾辈修行者理应明辨是非，分晓善恶，岂可因为心中的仇恨而颠倒黑白，善恶不分？若非经历如此巨大的变故，内心中充满了仇恨，恐怕也不会变成后来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。分明是那冷风才是造成一切罪恶的罪魁祸首。难道你们都瞎了吗？都他娘的怪这狗娘养的冷风，让老子一时被蒙蔽。没错，都怪冷风这个畜生！我不信，假的，一定都是假的，不知死活。我不信，假的，一定都是假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刚刚北冥女帝好像一直在维护冷风？难道北冥女帝与那冷风之间有什么特殊的关系？谋夺了他冷家的家产。对，我也想起来了，北冥女帝确实这么说过。冷家这么说，北冥女帝姓冷，与那冷风同姓。萧凡该死，但冷风更该死。完了，女帝们要是打起来，我们都得化作飞灰。人牙子，活下去，报仇。果然如此。赵长老，你需要的人我给你带来了。不错不错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仙人，小子萧凡，恳请仙人收我为徒。老夫座下正缺一名童子，你可愿意？小子愿意，小子愿意。我不能投降，绝不能。8年了，从不准我离开山峰，到现在不再限制我的出行。他甚至承诺补全药方就让我成为青云宗正式弟子。可一旦我交出正确药方，到那时只有死路一条。8年试药，毒素已深入五脏六腑，我时日无多了，可大仇未报。为此，我一直在密谋一个万全的逃跑计划。不行了，受不了，我要受不了！结果了我，快结果！8年了，从未见他如此不堪。难道是我架的那2位敌物太强烈了？肉度错了，这次恐怕他也撑不过去了。小心点，赵长老说这个家伙体内都是剧毒，若是不小心沾染到，你我都小命不保。可惜了，这个家伙一失，恐怕以后要经常给赵长老送人过去了。长老又要人了，刚收的这批人哪够分啊？嗨，大不了伪装成野兽抓点，上次你不就是这么办的吗？看来也只能如此了。这是什么地狱？我可怜的儿！
我的孩子，我无辜的孩子！什么修行者？你们分明是恶魔，是魔鬼！吾乃天庭之主，瑶池女帝。吾在这儿向众生保证，将清扫世间一切黑暗，还世人一个朗朗乾坤。此大的功德，说起来还多亏了幽冥魔帝。如果不是他，想必我们还不知道。是，你们说，会不会一直都误解了幽冥魔帝？爹娘，孩儿回来了。住手！小子，竟敢管老子的闲事！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这恶霸可惹不起啊！这小伙子惨了，还看着干嘛？给我砍他！高人饶命！高人饶命！若是之后再让我看到你为非作歹，定取你的性命！多谢高人饶命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了。现在已经没事了，你快回家去，别让父母担心了。你为什么偷偷跟着我？师傅，徒儿找你找的好苦啊！师傅，这是哪出？我不是你师傅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绝对不会认错的，你就是我的师傅。师傅，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师傅，我是雪儿呀，难道你忘了吗？啊！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叫雪儿的小女孩长得有点像北冥女帝？哎，听你这么一说，确实跟北冥女帝十分相似。真是没想到北冥先帝幼年时竟然这么古灵精怪、活泼调皮。为了拜师，编起瞎话来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嘘，快闭嘴吧你们！北冥女帝好像往我们这边看过来了。雪儿，你的家住在哪里？父母都健在吗？雪儿只记得一直都跟着师傅，其他都不记得了。这鬼灵精的小丫头，不凶一点，怕是不是说实话了。乖小孩是不会说谎的，我也不会收说谎的孩子为徒。师傅，你就收我为徒吧，这样我就不是在说谎，就是乖小孩了。你先放开！不放！师傅，你不收我为徒，我就不放。好，我收你为徒就是的。碰到这么残忍的小女孩，还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能先答应她，等之后再送回家去。太好了！师傅，我家可大了，以后你就住在我家里好不好？好，师傅都听你的。只要能尽快把你这个残忍的小丫头送回家去，现在有什么要求都可以暂时先应承下来。嘿嘿，师傅真好。行了，告诉我你家在哪里。拜师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还是需要跟你的爹娘商量一下的。这8年来，我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开心过了。无论是街道旁的酒楼，还是路边的小摊贩，都与记忆中一模一样。这是回他家的路。希望是我想多了，说不定雪儿这丫头只是周边街坊的孩子。雪儿，你的全名叫什么？哎呀，难怪我说总感觉忘了点什么。师傅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我叫冷若雪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若雪，姓冷，这个小丫头想必就是冷风的女儿。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玩笑。师傅，你还没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呢？我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，你以后只管叫我师傅便是。师傅，你耍赖皮，你也要告诉我你的名字才对。
大小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府里上下到处都在找你，都快急死了。多谢先生送我们小姐回来，这点酬劳还请先生收下。曾经他是萧府的管家，如今他却成了冷府的管家。先生，做人要懂得见好就收。师傅，你可是答应过我要住在我家里的。要是你敢气走我师傅，我以后就天天在你枕头底下放癞蛤蟆。师傅别走。雪儿，你又在胡闹了。爹爹，雪儿，爹爹都担心死了，下次可不能再偷偷跑出去了。知道了，爹爹。此人气质不凡，绝非普通人。接近冷家有何目的？多谢先生对小女的救命之恩，先前管家对先生多有冒犯，还请先生恕罪。刚刚对先生多有冒犯，还请先生恕罪。无妨，你并没有做错什么，只不过是尽自己分内之事罢了。先生，听小女说您已收小女为徒，不知先生师曾何派，我也好让小女谨记师门的恩惠。果然，依旧是那个冷风，没有一丝改变，无门无派，一介散修罢了。散修也好，至少真的是修行者。既如此，先生不如日后就安心住在冷府，也方便教导小女。快，若是怠慢了先生，我唯你是问。太好了！若我真的杀了他，他会变成什么样？师傅，师傅！师傅，原来那是我的快乐，一直建立在师傅的痛苦之上。软筋散，炼气之法。难道你觉得自己做的伤天害理的事还不够多吗？如今竟然还敢将主意打到雪儿师傅的身上，在外人眼中他是正人君子，只有我知道他就是个人渣。是时候做个了结，不能再让他害人了。小翠，去将厨房里冰镇的酸梅汤端来给先生解解乏。夏静今天有些反常，压根儿不给拒绝的机会，姑且看看他究竟想干什么。先生，天气渐热，喝口冰镇的酸梅汤解解乏。软筋散，只可惜在青云宗这8年，我的身体早已百毒不侵。接下来就看看你夏静或者背后的冷风究竟想玩什么花样。暂时委屈先生了，待事后妾身再与先生赔礼道歉。他竟然不是和冷风一伙的，这举动倒是有趣，看来这局里还有局。夫人，你可是给为父一个好大的惊喜。相公，以后我和雪儿可都指望你了，你可不能成了仙就抛弃我们娘俩。夫人说的哪里话？那你喝了这杯酒，我就相信你。好好好，这酒不错，我在酒里下了你给的软筋散。冷风，我不会再让你害人了。贱人！值得钦佩的奇女子。先生，雪儿以后，你放心，我会照顾好雪儿的。先生救我！这一切都是夏静这个毒妇的阴谋。冷风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
给你一个提示，我姓萧。萧，你是萧凡？怎么可能？都过去8年了，一个宝石街头的野孩子，怎么会成为高高在上的修行者？冷静，说不定当初这小厨子根本就没有完全看到我杀死他父母的一幕，我还有机会。凡弟，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知道哥哥有多想你吗？真是低估了你无耻的程度，令人叹为观止的表演。不用在我面前演戏了，当年所有的一切我都看到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不会杀你，我不会让他白白牺牲的。我要看着你血慢慢流干而死。爹，师傅，你们在做什么？爹，你怎么流了那么多的血？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雪儿，快跑！你师傅他是坏人，你快跑！以后一定要为爹娘报仇。师傅怎么可能是坏人？娘！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为什么会是这样？原来一切都是父亲的谎言。可笑，实在是太可笑了！报仇，报哪门子的仇？诚然，萧凡后来成为了为祸苍生的幽冥魔帝，但自始至终，他对北冥女帝这个徒弟都没有任何的亏欠。是啊，世间所有人都能骂幽冥魔帝，唯独北冥女帝没这个资格。唉，可笑，实在是太可笑了！为什么？师父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事情的真相？师父，回答我！既然你想陪他一起，那我就成全你。师父，徒儿不孝，便让徒儿陪您最后一程。北冥女帝大人糊涂啊！北冥女帝明知幽冥魔君罪恶超天，恶贯满盈，还要认这个师傅，简直愚不可及。若是能再见哥哥一面，我也死而无憾了。不能向冷若雪透露实情。是。小凡，樊少爷，按照您的吩咐，没有阻拦，让雪儿小姐离开了。樊少爷，您没事吧？没用的，不必白费力气了。我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樊少爷，不会的，你一定会好起来的。除了萧家老宅，其余产业全部变卖。变卖的钱财，一部分安置遣散的仆从，另一部分拿去接济周边的穷苦百姓，也算为双亲积攒些功德。难道说哥哥就是师父？不要过来！你们不要过来！哟，小丫头性子还挺烈。别浪费时间，待会儿说不定会有人来。住手！小子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如果我偏要管呢？找死！我倒要看看你面具下的脸长什么样，竟然这么不知死活！小子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！怎么可能？
你不要过来！你要是敢过来，我就解决这个小丫头！大哥哥，你别走！你这小丫头，为什么拦住我？大哥哥，你好厉害！你是修行者吗？是又如何？不是又如何？大哥哥，求你收我为徒！吾辈修行之人，为的是修身养性，感悟天地大道，逍遥长生，而非争强斗狠，一心只想着复仇。你走吧，我不会收你为徒的。萧凡知道这丫头一定会跟上来，一路上萧凡都是游山玩水，冷若雪也恢复了一些孩子该有的心智。小丫头，你现在还想修行吗？想。好，以后我教你修行。师父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我只答应教你修行，可没答应要收你为徒。以后，你便继续叫我哥哥吧。嗯，哥哥。师父。师父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哥哥，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让我现在才知道这所有的一切？师父，你回答我，回答我好不好？师父，你快回答我！你快回答我！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，注定就是这种下场。如果当初你不觊觎我的太阴神体，或许也不会落到如今这般田地。这10年间，萧凡不仅教导冷若雪修行，更是又当爹又当妈。冷若雪的修为已经超过他，达到了炼气境巅峰。萧凡知道这一切该结束了。没想到一晃已经过去了10年，曾经那个小丫头，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。哥哥，这是终于把我当女人看待了吗？如今你的修为已经超过了我，我已经没什么能再教你的，下山去吧。哥哥，你是要赶我走吗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难道你忘了你最初想要拜师学艺的目的了吗？仇，我一定会报的。不过，哥哥，我不想和你分开。等我报完仇回来，我们继续游山玩水，好不好？好。哥哥，你能再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要求吗？你说。哥哥，等我报完仇回来，你能取下面具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吗？不管哥哥长什么样，我都喜欢。好。冷若雪没想到下山就遇到了萧凡。萧凡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。我与姑娘无冤无仇，不知姑娘为什么要杀我？无冤无仇，好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我的名字叫冷若雪。居然是你！萧凡，今天我就要杀了你，替我爹娘报仇！
什么我这么笨？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怀疑过？为什么一下山就刚巧碰到师父？可惜了，若是这么一个美男子能当我相公就好了。哎呀，竟然还有脉搏！雅贤，你怎么背了个人回来？哟，这人看着伤的还不轻，大家伙都快来帮帮忙！大家都散了吧，这个人不是我们村的，现在能不能救得活还不一定。丫头，这个人来历不明，浑身又受了这么多的伤，带回家来怕是有些不妥。爹，医者仁心，我总不能见死不救吧？是啊，好疼啊！你一个大姑娘家的，脱男人衣服成何体统？放着我来。爹，在医者眼中，每个人都是一样的，不分男女。你这黑货还看不出来吗？你姑娘这是看上人家了。什么？丫头，你可不能喜欢这种病秧子，下半辈子是要受苦的。如果你真的想嫁人，爹觉得你铁爸家的二瓜子就不错，人长得憨厚老实，身体又壮实，能干活。你要是不反对，爹明天就去。爹，我还不想嫁人。不想嫁人好，爹还舍不得把你嫁出去呢。师父当时一定很疼很疼。丫头，快躲起来！是马贼！都抓过来了吗？回禀二当家，全都在这儿了。这个村子里有谁是大夫？丫头，别去！我再问一遍，这个村子里有谁是大夫？看来是真的没有，给我杀！慢着，我就是大夫。好，我大哥受了伤，如果你能治好我大哥，我向你保证，不会伤害这里任何一个人。但要是你治不好我大哥，你知道后果的。好。你大哥这是中了蛇毒，要知道是什么毒蛇，我才好配置解药。拿过来，这便是咬伤我大哥的毒蛇。怎么样，我大哥有救吗？有救是有救，只不过我需要一些罕见的药材，才能配制出解药。这个你放心，不管你要什么药材，我都会派人去取来。我需要带一条毒蛇回屋，以便配置解药。是。这是黑甲玄蛇。你认识这种毒蛇？是。那你可知道要怎么配置解药？配方是3株红顶百草，7片血灵叶，再加上蛇角磨成的粉。记住，蛇角必须磨成粉，否则无效。
把药喝了，有助于恢复你的伤势。丫头，你真的有把握吗？放心吧，母亲。二当家，大当家醒了，醒了！大哥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毒已解。大哥体虚，在此休整2日再走。爹娘这2日千万别出门，别冲撞了他们。幽冥魔帝是故意撞晕的。萧凡，我一定要将你千刀万剐，才消我心头之恨。你醒啦？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你这人怎么救你还有错了？再说了，我是医者，医者救死扶伤本就是天经地义。对不起，是我胡言乱语了。这还差不多。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为什么你会伤成这样？萧凡。我叫温雅贤，有事你就喊我，我就不打扰你休息了。这段时间，萧凡有空就给他讲解草药知识。萧凡，要不你以后就当我师傅吧。姑娘，我们大当家要见你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马上过来。大哥，这便是救了你的那个大夫。哦，打盆水来，为姑娘洗脸。姑娘，为报姑娘的救命之恩，在下愿带姑娘回山寨当压寨夫人，不知姑娘意下如何？不，我不同意。当家，我这丫头粗鄙愚笨，怕是配不上大当家这般的英雄人物。岳父大人说的哪里话？姑娘对我有救命之恩，在下以身相许，自是理所应当。兄弟们说是不是？是，大当家说的对。以身相许，以身相许，以身相许。岳父大人，莫非你看不上小婿？大当家的，我家这姑娘虽不是什么大家闺秀，但也是身家清白的黄花大闺女。若是大当家的真的对我家姑娘有意，7日后便是一个黄道吉日，届时大当家8抬大轿迎娶我家姑娘过门，也免了让外人说闲话，说大当家不知理面。还是岳母大人通情达理，是小婿考虑不周了。老二，留下一队人保护你未来大嫂的安全。是。娘子，你怎么真的答应让咱们丫头嫁给那个马贼？丫头，怪娘自作主张来，娘知道一条隐蔽的小路，能让你悄悄逃出村去。娘，我是不会走的。丫头，你是担心你跑了之后，那些马贼会对村里人不义吗？娘，如果我跑了，那些马贼肯定不会放过全村的人。丫头，你要记住，你不欠任何人。娘，乡亲们从小对我都很好，如果我弃他们于不顾，那和畜生又有什么区别？萧凡，接着跟我讲讲那些药理知识。如果你不想嫁给那个大当家，我可以带你离开。谢谢，不过我并不打算要离开。萧凡，你来柴房干什么？伯父，我想借柴刀一用。给你。
我看你身体好的差不多了，能走就别赖在这里了。钝是钝了点儿，不过磨一下应该就差不多了。娘子，为父来接你啦！走吧，娘。血！磨了一下，确实锋利多了。伯父，柴刀还你。丫头，危险！爹，你看他现在这样，哪里危险了？你这黑货，人家刚救了你姑娘，你就准备恩将仇报吗？你醒啦？放心好了，我一定会治好你的。我该走了。这是要干什么？他要走，就让他走好了。萧凡老弟，都是老哥的不是。先前老哥说的那些话，你别往……你们都先出去。娘子，你也看到了，真的不是我推的。滚！小凡，你应该是修行者吧？是，我是一个修行者。我出身自一个修行家族。但是后来家族被人所灭，仅我一人幸存了下来。我一个人无依无靠，所幸被温雅珊的父亲所救，最后嫁给了他，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。萧凡，你还有亲人吗？萧凡，你觉得我家姑娘怎么样？萧凡，我不是要赶你走，你现在的样子恐怕哪里也去不了，就安心的住下来吧。只是我希望你能断了我家姑娘的念想。我明白。还走吗？不走了。以我现在的样子，恐怕哪里也去不了。温姑娘，你前些日子说要拜我为师的话，可还算数？算数怎样？不算数又怎样？若是算数，我便收你为徒，将我所学的一切都倾囊相授。但若是不算数，我与温姑娘非亲非故，又有何面目赖着不走？好，我拜你为师。磕个头拜过师后，从今往后，萧凡便是你的师傅，要如同父母一般敬重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徒儿拜见师傅。不得不说一句，幽冥魔帝当时对太乙女帝是有一丝真情在里面的，只可惜人是会变的。半生一蓑独活，天不遂，情难测。为什么？究竟是为什么？太阴神体对你而言就真的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吗？让你不惜因此堕入魔道？我不相信师父会做出你说的那些事，说不定这一切都是你凭空捏造的。我凭空捏造？
是真是假，看下去不就知道了。那是天火女帝，没想到连这位女帝也现身了。萧凡老弟，为什么都没有作用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我这么没用？与其把时间浪费在我身上，不如从今往后将心思放在修行上。不，在治好你之前，我不会分心去学别的。不要再白费功夫了。我现在的身体是什么情况，恐怕没人比我自己更清楚了。师父，如果我修行到比你还高的境界，我能治好你体内的毒吗？如果你的修为真的修炼到远高于我的境界，轻而易举就能驱除我体内的毒素。师父，你不会是骗我吧？真的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只不过想要修炼到能驱除我体内毒素的境界，其中的艰辛，绝非你所能承受的。不管有多难，我都一定能做到。上古药液药性过重，改用普通炼底液最为稳妥。凝神静气，引导药力缓缓游走全身。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师父，你快进来看，我的身体在散发着一股幽蓝色的光。师父救我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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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，我好害怕。萧凡老弟，我可是一直把你当成亲兄弟一样看待呀，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？温大哥，事情并不是你看到的这样。还说不是我看到的这样？昨儿个你可是喊我大哥的，今儿怎么又变伯父了？当夜事情经过便是如此。萧凡老弟，你这不是在胡说八道吗？我丫头怎么可能会全身冒幽蓝的光？哪有正常人洗澡还会冒光的？闭嘴！丫头，带你爹出去，我有几句话想和你师父单独说。又单独说？上次单独说完，萧凡就变成了师父，这次还不知道又要闹出什么幺蛾子。就是，有什么话非要单独说？丫头，我看我们还是先回避一下吧。伯母，你是不是知道雅熙为什么会有此异象？实不相瞒，在我家族遭人灭族之前，我年幼时确实曾看过家族中相关记载的典籍。据记载，我整个家族最辉煌的时期，源自一位觉醒了太阴神体的先祖。太阴神体不光自身体质极为强大，所蕴含的太阴之气更是世间最为珍贵的疗伤和提升修为之物。这位先祖不仅自身实力强大，年纪轻轻就达到了圣人之境，更是帮家族培养出了一位又一位的强者。伯母，这不是好事吗？为何你如此忧虑？那位先祖虽然给家族带来了辉煌与荣耀，但也是因为那位先祖，家族才开始衰落，最后一蹶不振，以至于在我这一辈彻底消灭。一切的转变，只因为那位先祖一生过得太顺风顺水，没有经受过挫折，却在一场比试落败后，为求力量不择手段，最终堕入了魔道。他的太阴神体也因此被污染，成了太阴魔体。由于受到那位先祖太阴魔体的影响，家族中的那些强者因此沾染魔性，
变成了暴戾、没有人性的杀戮机器，并且由于太阴魔体属阴，所以继承太阴魔体的全都是女子。原来如此，伯母，是我思虑不周了。这也不怪你，你原先也并不知情。我让雅贤拜你为师，便是允许你教他修行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就连雅贤也没逃过太阴魔体的诅咒。晚辈明白，从今以后绝不传授温雅贤与修行有关的一切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我觉醒的是太阴神体，根本就不是什么太阴魔体。看吧，我就说一定有隐情吧。为什么不准我继续修行？不准便是不准。你的体质非常特殊，不能修炼。一旦修炼，就会导致身体受损，稍有不慎就会爆体而亡。师父，我感觉我身体里那股幽蓝色的光还挺舒服的，不像是会损伤身体的样子。会不会是你认错了？你的体质特殊，你身上那股幽蓝色的光，并没有你感觉的那么简单。我知道你一心想要治好我体内的毒，但如果你继续修行下去，恐怕活不到治好我的那天了。好吧，能治好萧凡，我甘愿以命相换。若是治不好，牺牲便全无意义。剩下的日子，我陪着你好好生活。原来这股力量能够疗伤，总算有机会治好萧凡了。怎么了？难道我睡觉打呼噜了吗？有什么事情这么好笑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师父，你难道没发现自己能看到我了吗？你是不是偷偷修炼了？师父，我知道你在担心我，但是我觉得好像没什么问题。也许是你记错了，我根本就不是你所认为的那种不能修行的体质。你看，我现在不是好端端的站在你面前吗？没有半点异样酸胀，难道是母太过小心了？温雅贤根本就不是太阴魔体，而是真正的太阴神体。我所了解的一切也都是从家族典籍中得来，只可惜如今我的家族已经破灭，无法再重新去查看那些典籍。也许雅舒这丫头非常幸运，并没有受到太阴魔体的诅咒。希望如此吧。果然根本就不是什么天阴魔体，一直都是天阴神体。现在事情还没有完全尘埃落定，后面还不知道会有什么转折。只要他耐心的看下去，一定会真相大白。远远低估了太阴魔体的厉害，这一切说不定都是温雅贤无意识中所为。很明显，太阴魔体是有意识的在规避危险，在遇到比宿主强大的存在时，就会收敛魔性，隐藏自己。萧凡，对不起，如果我不教他修行，也就不会发生这一切。这些都不怪你，是我忘记了有关太阴魔体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太阴魔体的魔性会操控着宿主杀死身边最重要的人，让宿主彻底崩溃，堕入魔道，
最终彻底被魔性所驱使。若有任何经脉逆行或气息不稳的征兆，哪怕只是一丝异样，也必须立刻告诉我。好吧，师傅。你身上的血是？今天采药时碰到了一只受伤的小鹿，应该是小鹿的血不小心沾在了裙摆上。受伤的小鹿？你经常能碰到受伤的动物吗？小凡，我能求你一件事吗？无论什么事我都答应。不要让雅仙知道这一切，求你救救她。好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！我说什么来着？肯定不是师父所为。这下真相大白了，看你还怎么为自己辩解！假的，这所有一切都是假的！我不信！怎么又有一个不知死活的？没用的，昊天镜乃是至高无上的混沌神器，即便是仙人来了，也无法伤其分毫。怎么，这么快就不敢面对现实了？不往后继续看看，也许还有更精彩的东西在等着你。萧凡就是为了母亲的一个承诺，所以才义无反顾地承担下这一切的罪孽。拜托，我们是来看幽冥魔帝恶贯满盈、罪孽深重的一生的，怎么尽是些舍己为人、舍生忘死、不求回报的善事？幽冥魔帝不是大魔头吗？怎么尽干好事？到目前为止，竟然还没看到幽冥魔帝做过任何一件的恶事。或许幽冥魔帝萧凡就是在这个时期发生转变，堕入魔道的。师父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我被绑起来了？师父，爹，娘，不用喊了，他们已经死了。没了。师父，这个玩笑可一点都不好笑。师父，你今天究竟是怎么了？你不信他们已经死了？师父，你就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了。玩笑？我就让你看看，我究竟是不是在开玩笑。爹，娘，是谁？究竟是谁杀了我爹娘？不止你的爹娘，全村175口人都已经死了。什么？师父，你在骗我，对不对？师父，告诉我，这一切都与你无关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做？你的体质乃是传说中的太阴神体，所蕴含太阴之力，乃是世间最好的疗伤和提升修为之物。只要有你体内的太阴之力辅助，我体内的毒很快就能驱除干净，还能修为大进，更上一层楼。这不是你一直希望看到的吗？萧凡，
即便是你要我的命，我都可以毫不犹豫的给你。难道我一直以来对你的心意你都不明白吗？你为什么要做出这些事情？太阴身体太过珍贵，一旦消息泄露出去，将不会是我一个小小的炼气境修仙者可以拥有的。所以，我必须要杜绝所有的意外。你不是喜欢我吗？那以后你就可以天天和我待在一起了。给我离开这具身体！一个小小的炼气境修仙者，竟也妄图威胁本座。作为本座的后代，能成为本座的肉身，是他莫大的荣耀。你不是想复活吗？那就来占据我的身体。就你一具苟延残喘的躯，也配做本座的肉身？因为你别无选择。如果你继续在雅贤的身体里，我会永远将雅贤囚禁在我身边，让他永远也无法再继续修行，让他怀着对我的仇恨活着。这样你也就永远都无法成功复活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这个短命鬼已经活不了多久了。你能囚禁他到什么时候？莫非你忘了我还有你这具太阴神体？太阴之力是世上最好的疗伤之物，我身上的伤和毒又算得了什么？你现在已经是温雅贤的敌人，你觉得他会用太阴之力给你疗伤吗？太阴之力只能主动给予，硬抢的话会令宿主将痛不欲生，你舍得吗？你可以试试。那我就拭目以待了。舍弃太阴神体肉身，便失去复活筹码。对不起，如果你没有遇上我，不会发生这一切。为了救他，我只能让他恨我。一旦他知晓真相，便会丧失求生意志，肉身沦为魔物的容器，由我背负所有罪孽，以仇恨支撑他活下去，便是唯一的办法。只要徒弟能平安活着，所有罪责我一人承担又如何？师父，原来竟是这样。你独自背负了这一切，该有多痛？都怪你！师父要不是为了救你，也不会跟那魔性做交易，更不会变成后来的幽冥魔帝。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错。路是萧凡自己选的，怨不得别人。若非萧凡与那魔性意识做交易，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幽冥魔帝。萧凡便是所有灾祸的元凶。饿了吧？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鱼。滚！我不想看到你！只要你乖乖配合我疗伤，我可以不出现在你面前。现在，把饭给我吃了！我不会让你死的，我还需要靠你身上的太阴之力疗伤，提升修为。这就对了，就算是你想报仇，也得先活下去再说。你先休息一下，待会儿我再来借你身上的太阴之力疗伤。现在该你做出贡献的时候了，释放你体内的太阴之力为我疗伤。你不要做梦了，我是不会帮你疗伤的。既然如此，
那我只能自己动手了。小子，你来真的。我之前说过，离开他的身体。如果你想复活，就来占据我的身体。小子，本座与你做一个交易如何？什么交易？想必你已经知晓了本座生前是何等存在。若是你愿意投靠本座，本座将传授你无上修行法，将来随本座称霸修仙界。你不觉得自己说的这些话有些可笑吗？你看看自己现在这副寄生虫一般的模样，有一点说服力吗？我看到你都觉得作呕。你小子，本座要杀了你！好，我就看你能锁我到何时！很快我就会把他赶出去了。该死的萧凡，虽然很舍不得温雅贤这具太阴神体，但转移到萧凡的身上，说不定还有复活的机会。小子，你给本座等着，等本座进入了你的身体，看本座怎么折磨你！我很期待。小子，你睁大眼睛给我看着！既然你不让我得到这具肉身，我就用你的双手亲自毁了它！休想！小子，你给本座等着，待本座恢复元气，定叫你好看！如果可以，我是多么想陪在你的身边，但是现在我还不能死。萧凡，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。太阴女帝，你个无情无义的女人！师父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却连一点感恩心都没有，我真是为师父感到惋惜。我看你就是一个蛇蝎心肠、表里不一的女人。就连猪圈里养的猪都比你有人情味，我看你干脆不要叫太阴女帝，直接叫无情女帝算了。莫非你以为我不敢杀你？你当老娘怕你不成？有本事你来啊！好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大胆！竟敢在我眼皮之下装模作样，我看你是在找死！你们二位的演技还真是精湛。只要他昊天镜在手，世间就无人能救走萧凡。至于刚刚太阴女帝将北冥女帝救走，他也只不过是懒得浪费时间阻拦罢了。看来你也没那么笨。废话少说，若非为了师父，我也不会和你合作。如今还是想办法该怎么救出师父。好，不过在此之前，你得先帮我恢复修为。萧凡，我教你更高层次的修行之法，怎么样？修为上涨，便会筑成魔灵。他假意示好，传授法门，要以耗尽自身寿元终老的方式牵制魔灵。小子，这可是大机缘，要是我没判断错误的话，这起码也是一位圣人的传承遗迹。机缘，与我何干？难道你就不想变强吗？不想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打什么主意。从你进入我身体以来，就想尽办法想让我提高修为。你以为我不知道，只要我修为提高了，你的力量也同样会增强吗？想他生前也是一代天骄，难逢敌手，却也没遇到过如萧凡这般精明难缠的对手。
相处许久，深知这是一个油盐都不进的倔强小子。若是能获得这一位圣人的传承，搞不好他就能力量大增，彻底掌控身体的控制权，修为甚至还能恢复到圣人之境。小子，我们做一个交易如何？不做。你特喵倒是听我说完再做决定呀！不听不听，王八念经。你究竟想怎样？我不想怎么样。好了，我累了，先睡了，你就别闹腾了。这特么是一点机会也不给呀！看来此生是复活无王了，只能等后辈子孙再觉醒下一个太阴魔体了。心中的雨坠落，一直忘我。萧凡，你确实该死，但你只能死在我的手里。枉死！尔等竟然妄论天火女帝！我看你们是在找死！是天火王和天火朝的火杀军。听闻天火皇朝的火杀军筛选极为严苛，连一个最普通的兵士都拥有化龙境的修为，不知是真是假。不错，火杀军筛选极为严格，化龙境的修为只不过是最基础的而已。我曾经就参加过火杀军的选拔，只不过可惜在其他方面落选。不过在选拔过程中，我也收获良多，修为得到了清进，正打算参加下一届的火杀军选拔。萧凡，当年我待你如至亲兄弟一般，可你却害死我的父皇，让天火国险些覆灭。今日无人能救得了你，我要亲眼看着你神形俱灭。希望皇姐不要心慈手软。若是时间能停留，他多么希望能永远和萧凡生活在那个与世无争的老草屋里。萧凡，我爱你，世间没人比我更爱你。看到了吗？你所挂念的那个人，如今已经弃你而去了。无论是萧凡所有的罪孽，还是我自始至终，直到如今还留有的爱恋，快了，很快我就会终结你罪恶的一生，都将由他彻底做一个了断。怎么样，肚子饿吗？不吃东西，身体是不会恢复的。滚开！我火灵儿还不需要你一个凡人的同情。还能发脾气，看来还有的救。你，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，回头我一定好好赏赐你一番。萧凡，还吃吗？吃。你现在的身体还太过虚弱，还要再休养几天才能自己活动。粥还热着，吃点吧。你欺负我，我就是饿死也不会吃你的东西。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好，能不能请你赏脸尝一尝我做的粥？哼，这还差不多啊。粥放在锅里太久，都有股糊味了，失败。青菜火候太过，都煮黄了，失败。这么干净的碗，看起来都不用洗了。念你救驾有功，待本公主恢复后，一定重重有赏。公主，奖赏就不必了，等你恢复后，别赖在我这儿就行了。唉，你这饭量，我可养不起。谁稀罕待在你的破脑草屋里？等我伤好了，你求我都不留下来。那样最好。怎么这么臭？怎么了？你突然大叫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刚刚看到一只小老鼠。老鼠？我真的没事。你昏迷已经有好几天的时间了，但男女授受不亲，所以我一直没有帮你换衣服和擦拭身体。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？如果有需要，我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。
那就麻烦你了。臭，实在是太臭了，隔着昊天镜都能闻到这股恋爱的酸臭味。没想到幽冥魔帝在碰到喜欢的人时，也和一个普通的男人差不多嘛。何人再敢胡言乱语，本王必将他焚烧至形神俱灭。萧凡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让你死在别人的手上，我一定会亲手为我们之间的一切做个了断。呸！下流坯子！怎么了？是不是肚子饿了？你还真当我是饭桶啊？嗓门还这么大，那应该没什么事情。你又要去哪儿？你在害怕我离开？才不是！本公主从小被伺候惯了，只是不习惯身边没人伺候。我不是你的下人。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怎么不说话？是坐的不舒服吗？不是，坐得很舒服。没想到你还是一个爱哭包呀！你才是爱哭包。对不起，我之前真的没有把你当下人看待的意思，我就是嘴快。我知道，我也并没有生气。你跟我非亲非故，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我怕你死在我家里之后，化作女鬼纠缠我。你，我打算去河边钓鱼，怎么样？你想不想去吹吹风？既然你态度这么诚恳，我就勉为其难陪你一起去看一看。如果你不想去，其实不用勉强的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等我钓鱼回来，今晚给你做红烧鱼。去，我想去，你带上我。嗨，想去你就直说嘛。快，有鱼儿上钩了！这鱼儿还没彻底咬钩，都被你给吓跑了。啊，这样呀！快，又有鱼儿上钩了！不钓了，不钓了，钓不到鱼，那今晚吃什么？唉，还好蚯蚓挖的比较多，待会儿我再去几条竹虫，应该能将就一顿。什么？你确定这玩意儿能吃？走开，拿走，不吃虫子就是了。上钩了！快，你快点抓住它，要不然它等下又跳回河里了。快，我都快饿死了。来啦，先喝碗鱼汤润润喉。你在干嘛？看不出来吗？鱼汤太烫了，帮你吹一吹。我修炼的是火属性功法，吃东西并不怕烫的。虽然没有必要，不过还是谢谢你这么用心。哦，不用客气。萧凡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，一定！凝心静气，方能加快你修为的恢复。光比试没有一点天头有什么意思？不如这样好了，如果我赢了，你以后就喊我师傅；如果你赢了，我以后就喊你师傅。当然了，这个师傅仅限于钓鱼方面。师傅，如果你怕输，那就算了。既然你想要比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那我们一言为定，输了你可不要赖皮，离我远点儿，别抢我的风水宝地。你在干什么？打窝。喂，你可不要故意输给我，没有成就感的赢了，我可不稀罕。我成功了，小凡，你看我钓的这条鱼怎么样？
你刚刚让我看什么？看来这场比试是我赢了。是我输了，师傅。很好。什么叫很好？难道你觉得我火灵儿还会耍赖皮不成？我可没这么说，你可别污蔑我。混蛋！乖徒弟，时候不早了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哦。你在干嘛？本来就是比赛，比赛完了，自然就应该放他们回到河里。那我们晚上吃什么呀？你鱼篓里不是也钓了鱼吗？我们晚上吃这些就足够了。难道你就不想尝一尝自己亲手钓的鱼？来，让我看看你都钓了哪些鱼。不错，钓的都还挺大的。这叫大。鱼分为很多品种，有些鱼成年之后也就只能长到3、4手指头宽，比如你钓的这些。你别看这些鱼个头虽小，但是如果用来煲汤的话，味道比那些大鱼反而更加的鲜美。这样啊？行了，时候也不早了。如果你想要知道的更多，等回去以后我再给你仔细的说道说道。毕竟我现在可是你钓鱼方面的师傅嘛。好的，师傅。快尝尝，这可是你亲手钓的鱼。怎么，现在又觉得不服气了？没有，输了就是输了。我火灵儿不是那种输不起的人。难道萧凡就一点都不在乎修为吗？以他的身份地位，根本拿不到炼气境之后的功法。萧凡，想必你的修为已经停留在炼气境许久。看在你对我有救命之恩的份上，只要你肯喊我一声师傅，我就传授你炼气之后的修炼功法。看来你的身体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如果没有其他事情的话，你就可以离开了。我承认刚才说话的声音大了点儿，但我的本意是想报答你的救命之恩。想必你也急缺炼气剑之后的修炼功法吧？我的修为一直停留在炼气境，确实是因为我缺少之后的修炼功法。不过对我而言，这些都并不太重要。我本就对修炼一途没有太大的兴趣，当一个平凡的普通人，或许更适合我。是不是我让你喊师傅，让你不高兴了？如果你不愿意，就当我没说过。我还是愿意教你炼气剑之后的修炼功法。你误会了，我刚刚并没有生气，说的也不是气话。我是真的觉得，如果你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你也应该回家一趟了。想必你的父皇应该也非常的担心你。萧凡，要不你和我一起回天火国吧？多谢你的盛情邀请，不过我这个人的性子比较静，不喜欢和外人有过多的接触。你，好吧，既然你不愿意去，我也不强求。等再过几日，我的修为彻底恢复之后，我也确实该离开了。
天下无不散的宴席，愿你今后身道长青。承蒙吉言，还要多谢你这么多日的照顾。看着火灵儿笑盈盈的模样，总觉得有那么一点不对劲。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，你不必太放在心上。这可不行，救命之恩怎么能不放在心上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时候不早了，我们也该启程了。我们？走你！天火女帝也太猛了吧！无耻，实在是太无耻了！师父明明是被他强行掳走的，不管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天火女帝自己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你醒啦？应该饿了吧？我去叫小二送点饭菜进来。我们现在在哪儿？天火国境内，再有1日便可抵达皇城。你先出去一下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哦。就算你不愿意跟我走，也不需要自残吧？有什么事情我们好好商量，你不要再伤害自己了，好不好？在我昏迷的时候，有一个魔性的意识占据了我的身体。天火国的至宝天火能驱除你身上的魔性意识，怎么样？要不要跟我去皇城？我还有第二个选择吗？你的脸色不好看，是怎么了？血液直流，脸色能好看吗？你招呼都不提前打一声，就把我掳到这儿来，我连治伤的药都没带在身上。抱歉，我刚刚太高兴了，有些忘乎所以。下不为例。好，我以后干什么事情前一定先跟你商量。行了，吃饭吧。好嘞。来者何人？睁大你们的狗眼，看看我是谁！竟敢拦本公主的路！是三公主！哼，算你们识趣。其实我平时不是那样子的，只不过着急想带你去皇宫，所以脾气才稍微坏了一点点。可以理解。能理解就好。三公主，您可算是回来了！老身这些天茶饭不思，寝食难安，都快急死了。不会吧，郭嬷嬷？我看你怎么好像还长胖了。三公主，您就不要戏弄老身了，还是赶紧去面见一下圣上。也对，萧凡，我先去找我父皇，你先在长乐宫等我。好。郭嬷嬷，给我好生伺候着，若是怠慢了我师父，我可饶不了你。我先去找我父皇，如果有哪个不长眼的，等我回来了你告诉我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父皇，儿臣想死你了。你呀你，还是这么没规矩。你这丫头这些天都去哪儿了？这么说来，跟你一起回来的那个男子，应该就是萧凡吧？啊，父皇你已经知道啦？父皇，
要是没有萧凡，你恐怕就见不到孩儿了。难道你不该好好奖励他一番吗？你呀你，原来在这儿等着你父皇。说吧，你想要为他讨什么赏赐？萧凡他身负魔性，所以我想用一下天火去除他身上的魔性意识。灵儿，你知道天火对我们整个天火国的重要性吗？当然知道了，父皇。天火乃是我们天火国的国之根基。既然你知道，那你应该清楚，天火是不可以随便给外人使用的。可是父皇，萧凡他又不是什么外人，他是我的师傅。师傅？你是指钓鱼的师傅吗？父皇，钓鱼的师傅难道就不算是师傅了吗？行了，在你心里，恐怕萧凡并不只是师傅而已吧？父皇，孩儿喜欢他。你让他来见我，我倒要看他究竟配不配得到我宝贝女儿的喜欢。没这个必要吧，父皇？怎么？难道他还不知道你喜欢他？行了，父皇心里有数，不会让你难堪的。这里没有外人，不必拘束，坐吧。此次小女能平安回来，还多亏了小友的帮助。举手之劳罢了，无足挂齿。听灵儿讲，小友需借助我天火国至宝，不知可有此事？确有此事。天火乃是我天火国的未至宝，即便是我皇族中人，也不可以随意使用。不过，既然你救了我女儿的命，那也不是不能破例一回。萧凡在这儿多谢火皇陛下的仁德。你先别着急着谢，我还有条件的。不知是什么条件？好了，我也不卖关子了，我便直说了。天火我确实能破例给你使用一次，但是从今往后你要留在皇城，不知你可愿意？父皇，孩儿真是爱死你了。灵儿，你先出去，我有几句话想单独和萧凡说。啊，父皇，有什么话我还不能听了？放心，父皇心里有数。哦。灵儿这次出去一趟，变化了许多。说起来，我还应该谢谢你。火皇陛下，您言重了。萧凡，你不必如此生分，以后没人时，你叫我伯父就行了。伯父。萧凡，既然你喊我一声伯父，那这块令牌就当做是我给你的见面礼。这是我皇室藏经阁的通行令牌，持有此令牌，你可随意出入藏经阁，翻阅我皇室珍藏的所有典籍。伯父，这礼物实在是太贵重了，给你，你就拿去，别婆婆妈妈的。除此之外，我会让人每月给你送去一份修炼资源，算是你当灵儿师傅每个月的俸禄。你现在境界太低，切记要好生修炼。至于天火一事，我会安排好的，你只需耐心等待便可。好，那便麻烦伯父了。萧凡，我父皇都跟你说了些什么？陛下特许我进入皇室藏经阁，月俸加倍，许我在天火国境内行事方便。父皇，女儿不孝，是女儿害死了你。父皇，灵儿好想你。萧凡，我一定会用你的命，以为我父皇的在天之灵。萧凡，因果循环，报应不爽，我一定会亲手消灭你，以祭我父皇和皇城那一半无辜受害的百姓。当年我待萧凡如至亲兄弟，而萧凡却觊觎我天火国至宝天火，利欲熏心，在谋取天火的过程中，导致天火失控，引发了大灾难，害死了我父皇和皇城过半的无辜百姓。原来如此，那看来这个萧凡简直是从诛难赎，罪不可赦。就是萧凡罪该万死，死有余辜。皇姐，你可算是回来了，阳儿好想你。这是我弟弟火阳。皇姐，他是谁？不得无礼，这是皇姐的师傅。师傅？皇姐，你骗我，他的修为还不如我呢，怎么可能是皇姐的师傅？童言无忌，别太放在心上。阳儿，以后不得对我师傅无礼，要不然以后皇姐就不带你一起玩了。哦。
当天夜里，我皇急匆匆的就召见了萧凡。多谢伯父。无妨。这天火若是我皇族之外的人靠近，便会觉得燥热难耐。萧凡，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行了，灵儿，你先到一边去，我要用天火来驱除萧凡体内的魔性意识了。好的。父皇，你要干什么？灵儿，莫非你还担心父皇会伤害他不成？灵儿，你误会了，伯父现在是在用天火的力量帮我洗净法髓。伯父，你无妨，这天火乃是先天灵物，假以10日便能恢复如初。父皇，父皇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看来萧凡应该就是在这时见识到了天火的力量，然后产生了觊觎之心。真是没想到，原本善良仁厚的萧凡，在获得了力量之后，竟也没有经受住诱惑。萧凡，你这个伪君子，可算是露出真面目了。皇兄，我听闻你今晚竟然动用了天火，不知所谓何事？火舞王的消息还真是灵通，竟然这么快就知道朕动用天火之事。皇兄误会了，臣弟不过是凑巧路过。哼，火舞王，你莫要忘了，我是君，你是臣，你过界了，朕做事何须向你多言？皇兄言重了，臣弟不过是怕有宵小之辈会对我天火国至宝天火不轨。皇叔，许久不见，您好像变得更帅了。哦，是吗？你这丫头倒是越来越会说话了。灵儿，你先带萧凡回去，我有事要同你皇叔商量。哦，皇叔，那我就先走啦。刚刚那人是我的皇叔火舞王，基本上所有人都怕他，只有我不怕他，但我最讨厌他了。不过你放心好了，有我父皇在，他不敢拿你怎么样的。火舞王，灵儿，我想明日去皇室藏经阁选一门功法。要不你跟我修炼一本功法吧，它的名字叫火神经。这本功法并不适合我。天道经。萧凡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我刚刚怎么了？啊？我刚刚跟你说话你没回答，然后就见你在这发呆。那我发呆了多久？大概小半炷香的时间吧。啊？看什么呢？这么入迷？天道经？萧凡，你看这破书干嘛？灵儿，这天道经有什么来历吗？来历？就又一本破书有什么来历？萧凡，别看这本破书了，我找了几本适合你修炼的功法。不用了，我就修炼这本天道经。啊，萧凡，你确定要修炼这本天道经？没错。可这根本就不是修炼功法呀！你别看它上面标着天道2字，好像很厉害，实则就是一本故弄玄虚的破书。萧凡向他讲述了刚才发生的。真的，你没有骗我。喂，快将这些经文都抄下来！幽冥魔帝强大的秘密，必然就在这本天道经内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本功法好像除了他，就没人能参悟了。
很快，火灵儿便领着萧凡来到御书房。除了我们3人之外，绝对不能再被另外的人知晓。这天道经的来历已无可探究，只知道从天火国诞生之初便已存在。萧凡，这便说明你就是这天道经的命定之人。若是后续修炼过程中遇到什么困难，你大可来找我，我必倾囊相教。多谢伯父，萧凡感激不尽。多谢伯父的指点，这些困扰了我许久的问题，瞬间便豁然开朗了。你这几日的进步已经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料，你也不用太过心急。修炼一途本就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。修炼了天道经后，他的修为已经达到了化龙境巅峰。灵儿，你最近的修炼越发懈怠了。知道了，师傅。日复一日被管帅修行。萧凡师傅，我的修为好像又突破了。杨儿真棒，接下来要再接再厉，争取再进一步。我一定会早日超过黄姐的。你要是再如此懈怠，恐怕要不了多久，真的就要被火阳给超过了。知道了，烦死了。今天城里有庙会，你们想去逛逛吗？我要去，我要去。好。本公主就勉为其难陪你们去逛一逛。请进。无妨，只不过是修炼时出了些岔子，不碍事的。我想带灵儿和杨儿出宫参加庙会，确实应该出去放松一下，那便有劳你照顾他们2个了。伯父，若是有任何需要我的地方，您只管开口。师傅，你看我戴这个面具好看吗？喂，萧凡，你聋了吗？怎么了？萧凡师傅，你快看，那个人好可怜，被关在笼子里。我看你们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把你们老板给我叫出来！姑娘，你看清楚了，我卖的可不是人。这个少女不会是龙族吧？我看像。我的乖乖，若是这个少女真的是龙族，恐怕还不知道会遭到龙族怎样的报复。黑袍女帝，这个妖族我要了。姑娘想要自然是可以，不过要按照规矩来，价高者得。难道你还想抢不成？你猜对了。哼，姑娘，这皇城可不是你的后花园，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刚刚这句话说错了，这皇城就是我的后花园。记住我的名字，我叫火灵儿。不要害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的。他并非妖族，而是龙族。若是他是人族与龙族的混血，等他体内的龙族血脉觉醒之后，他才能真正化身为龙形。乖，我很快就回来。灵儿，麻烦你代为照看一下。哦。萧凡见过火舞王。萧凡，我自问眼光独到，却唯独对你看走了眼。
看来皇兄当初不惜用天火帮你洗精伐果是对的，你确实是一个可造之才。多谢火舞王夸赞，道凡愧不敢当。萧凡，我知道皇兄极为器重你，我希望你能劝劝皇兄，别让皇兄铸下大错。萧凡，你不是带着灵儿和杨儿去逛庙会了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刚才我们救了一个龙族少女。既然那龙族少女如此依赖你，那便有劳你好生照看了。伯父放心，萧凡定不辱使命。圣人境就这么难吗？不，我不信。之后的日子里，一切都显得非常的平静，而那个龙族少女的状态也逐渐的有所好转，但除了萧凡以外，不敢靠近其他任何人。师父，今天萧凡有了突破的迹象，打算去找火皇寻找契机。我出去一会儿，马上就回来，你乖乖的留在这里等我回来好吗？乖，我带你出宫去玩。大人，火皇有命，今日任何人不见。正好，你随我一同前去，再晚怕就来不及了。走。陛下有令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哼。萧凡，跟我一起进来。皇兄，快住手！来不及了。啊！别跑呀！哥哥，若是我以后继承了皇位，你可要好好辅佐我。那要是我继承了皇位呢？哥哥，若是你以后继承了皇位，我一定会好好的监督你，不让你犯错，让你做一个好皇帝。父皇，父皇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皇姐。是不是对我很失望？萧凡，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看重你吗？为什么？萧凡，有时候我真的很羡慕你，羡慕你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颗超然物外的赤子之心。是人便会有欲望，虽然你的修炼非常刻苦，甚至到了疯魔的状态，但你却从来没有因此迷失自己的本心，而我却做不到你这般，或者说几乎没有人能做到你这般。我想，这或许便是你能参悟天道经玄妙的原因吧。萧凡，我真想看着你一步步成长起来，成长到我触不可及的地步。只可惜，我已经看不到那一天了。我相信灵儿和杨儿一定会将天火国治理得越来越好。萧凡，你说灵儿和杨儿真的可以治理好天火国吗？一定可以。我多么希望能看到那一天。无数百姓此起彼伏，他们知道曾经的火皇为了冲击境界调动天火，最后落得生死道消的结局。但火国的百姓们并不怪罪他，因为在火灵儿的带领下，曾经的天火国变成了天火神国，而在百姓们的赞颂下，受损的火灵儿伤势瞬间得到了恢复。找死！
诛仙阵不会被破了吧？这位道友，你就放心好了，诛仙阵乃是7位女帝联手布下，又有昊天镜作为阵眼，岂是轻易就可撼动的？先别管我，你先去帮他。好。一定要阻止瑶池女帝催动昊天镜！快过来助我一臂之力！先前助你，仅为了报你当年的救命之恩，如今我们两不相欠。昊天镜，给我镇压！皇姐，不要做傻事，快走！太阴女性极寒幽月华，尔敢！多谢了。你们还要看多久？还不快现身！我以天庭之主的名义，命令你们立即现身，助我镇压叛逆！若是瑶池女帝还放不下架子去恳请那2位，今日危矣！以她的性子，怎么可能向旁人低头？天火女帝、太阴女帝，你们身为人族女帝，受世人的尊崇与崇拜，莫要执迷不悟，继续再错下去了。大魔帝真公道！这数千年间，幽冥魔帝萧凡犯下的罪孽，踌躇难述，世人皆知。诚然，他曾经对你们有恩，但你们身为人族女帝，竟感情用事，将大义树约的大处，将公道视为何物？我们的世人如何自处？不可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果然世间还是明少里的人比较多。这是龙族从二族了吧？快谢启帝大人，我全体龙族愿奉女帝大人为龙族之主。是你，女帝大人，您竟然还记得我？当年幽冥魔帝萧凡勾结妖族圣女，不仅打伤了您，更是令整个龙族损失惨重。恳请女帝回归，振兴我龙族，诛杀幽冥魔帝萧凡。先前我也与你一样，但事实证明一切都是我错了。萧凡默默地背负了一切罪孽，我们都误会了他。我劝你莫要在了解事情真相前，做出让自己抱憾终生的事情。天火女帝，你莫要在这里蛊惑我龙族女帝！幽冥魔帝萧凡罪无可恕，十恶不赦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当年我龙族热情邀请萧凡做客，但他却恩将仇报，图谋我龙族精血与龙源，与妖族勾结，害死我龙族无数长老与强者，险些致使我龙族灭绝。他太反常了，只有继续看萧凡的记忆，才能知道真相。天火女帝、太阴女帝，你们莫要再冥顽不灵！住口！你们这些愚昧无知的蠢货！你这个老不死的，再说我师父坏话，我撕烂你的嘴！北冥女帝冷若雪也来了，她竟然成了魔帝为师。你什么你？气什么气？我原先也和你们一样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你们也看到了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们想的那样。师父他为了我们几个徒弟，默默地背负了一切的罪名。我现在坚定地相信我的师父萧凡绝对没有作恶，所有一切的罪行一定另有隐情。我愿意用我的性命作为担保。与其这样一直僵持下去，不如让我们接着看下去，看看我师父萧凡究竟是不是一个魔头。
如果我师父萧凡他真的堕入魔道，那些十恶不赦的罪行都是他犯下的，我北冥女帝愿同他一起以死谢罪。连命都赌上了，这就接着看下去。天火女帝用性命担保，若是我师父萧凡真的犯下了那些十恶不赦的罪孽，我愿意陪他以死谢罪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让你们死得心服口服。陛下！天火有变，来人，速速随本王追查真相！父皇，你醒醒啊！萧凡师傅，我父皇他怎么了？死了，你的父皇他已经死了。不，我的父皇是天底下最厉害的人，他是不可能死的。父皇，你快醒醒，我是瑶儿啊！父皇醒醒啊！萧凡，为什么天火会失控爆发？陛下和火舞王又是怎么死的？若是说出事情的真相，这些皇族恐怕会就此对火灵儿和火阳这对姐弟发难。只要能保全火皇的名声，便无人能撼动他们姐弟的地位。是我的一念之差，酿成了如此大祸。是我因为久久无法突破瓶颈，便企图通过天火来突破，没想到导致天火彻底失控，害死了前来直指的火皇和火舞王。所有一切都怪我。师父，你在骗人，对不对？来人，立即将萧凡给我拿下！住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给我放开他！你们要做什么？造反吗？三公主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萧凡图谋天火，害死了圣上和火舞王，更是令皇城无数百姓无辜受害，罪大恶极，理应立即处死。父皇，来人，立即将萧凡就地正法，以为陛下的在天之灵。住手！我不相信他会做出这种事情。皇姐，是他，就是他害死了父皇。真的吗？是。来人，立即将萧凡处死！慢着！当初是我将他带来皇城的，要杀也应该由我亲自动手。萧凡在临死前无声对火灵儿说了3个字：为什么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这一切？还有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你太蠢了。抱歉，一时失态。我也没想到师父爱我这么深。放屁！你别臭不要脸，自作多情。我自作多情？我看自作多情的是你吧。贱人，找打是不？本帝怕你不成？来啊！都先冷静下来。动手吧。那是龙！